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时尚健康专访2025，按下诚意播放键。诚意的走红绝非偶然，一名10几岁背着包来北京独自闯荡的少年，凭一腔热爱扎根于演艺行业。他说：“我一直坚定自己要走这条路。刚入行时，希望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好，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和喜爱。现在亦然。今年夏天，一部东方玄幻仙侠剧《琉璃》的大热，把诚意推向了大众视野。他始料未及，戏刚开播几天，有记者采访他时提到雨丝凤有很多粉丝喜欢。”也有很多人开始关注到他的表演，第一反应还是逗我的。当时我正在剧组拍新戏，听到这个反馈，我真的觉得别闹了，才开播几天呀，怎么可能呢？渐渐的，身边的很多老师、朋友陆续给他发消息说，我看了你的新戏，诚意才确定这次是真的被大家看到了。作为演员，有更多的人看到了你的戏，证明你的受众面更广阔了，他非常开心。还有人说你演得不错，也证明你获得了观众的认可。更让诚意欣慰的是，父母终于看到自己演的戏了。琉璃突然宣布开播日期时，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。从前他们总问我，你之前拍的戏什么时候播？稳扎稳打多年，诚意这一次的爆发并不让人觉得意外。而他不愿意多提一路走来的难，很多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，可我从来没有回答过什么。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，成长中经历的坎也是属于我的财富，我非常知足。他很清晰地懂得成就越高，付出越多的道理，所谓的红也好，流量也罢，代表着大众对艺人的肯定和认可，意味着从不曾停下过。背后的辛苦与汗水开始有了结果。只是当关注的目光越来越多，人也会对自我有更高的期待。最难战胜的其实还是自己。诚意的心中从未松懈过，我会常常告诫自己，要学习，要努力，要让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。未来总是看似遥远，环境的变迁也无法预料，唯一能做好的只有当下。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源于学习和积累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，就会迎来一个小的爆发点，必须要持之以恒。经过了蛰伏与沉淀，如今的诚意更稳，也更坚定了。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我也一直在不停地体验着生活。我知道我要做好自己，要活在当下，踏踏实实地做人，老老实实地演戏。他喜欢把所有愿景深藏于心，我默默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就好。只是在偶尔的瞬间，他才会浅浅地表露一下自己。古装戏拍得多，头发两边总要剃掉，粘头套也是家常便饭，确实会担心下自己的头发。诚意边说边笑，要是接下来能拍一部现代戏也挺好的，我毕竟常在横店好几年了。其实我相信很多演员也都有这样的期待，希望多尝试不同类型的戏和角色，因为那会给你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。诚意前不久杀青的戏是《梦醒长安》，梦回长安处，依然似少年。与剧中角色李岩挥手再见时，他的心中满是不舍。李岩是独自走在黑暗中的人，背负着家国天下，有很多的身不由己，每一个环节每一步路都不能出错，他走得异常小心，特别隐忍。这样性格复杂的角色，他的情绪也是克制而内敛的。拿到剧本的时候，我也和导演、编剧有过探讨，李岩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地去选择、去做事，甚至他不需要被外界理解，这样的一种人生让人非常感慨。如果以诚意的身份与李岩对话，我最想说的一句就是知否、悔否、欢喜否。拍摄每一部戏，对诚意而言都是一种挑战，也是一种成长。他不放过每一次学习的机会，看资料、
看书，向对手戏的演员、老师们讨教，其实都是帮助自己丰富角色、揣摩表演，日复一日的去积累。只有积累，才会让角色更立体、更饱满，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。这几年，他接连出演了几个成长戏的人物。前阵子收官的《长安诺》中，他饰演的圣州九皇子萧承旭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也是目前为止对他自己颇有影响的一个角色。萧承旭的年龄跨度比较大，我一直演到中年时期，只要心里想着一定要把他演好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突破。但他同时也非常清醒，当然，并不是我认为自己突破了，我就真的突破了。最终是要交给观众来检验的，到底好与不好，观众的反馈是最直接的。他会一边看一边思考，希望能够不断的完善自己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我一直相信，你努力了多少，收获的回报就有多少。他认同演员这个职业的特殊性，也始终对自己严格要求，因为他知道身为演员必须要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。对待每一场戏，诚意内心都有标尺，这个标尺其实意味着自律。或许大家都知道，表演是遗憾的艺术，现场不可控的因素很多，要尽可能的向着满分状态去前进。他深知演员只是一部作品中的一环而已，好作品是属于大家的，离不开任何一个部门的努力。演员、导演、剧本、摄影、灯光、剪辑、音乐，对待任何一个角色，他都拉满了心里的那张弓，不演则已，决定演了，这就是一种责任。你要对自己、对剧组、对观众负责。诚意的豁达与通透表露无遗。我相信每个演员在入行之后接到的角色，未必都是自己非常喜欢的，甚至未必都是特别适合自己的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锻炼和调整的过程。你有责任去喜欢它，相信它，然后才能成为它，也必须去直面这个过程中可能会经历的快乐与难过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每天元气满满的生活、工作，把快乐传递给大家，多好啊！他从不过度规划长远的未来，我不知道未来我还能拍多少戏，甚至说的残酷一点儿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拍戏。但只要能够进入一个剧组，这就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，我非常珍惜这样的缘分。对程毅来说，入行是他目前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。10几岁背着包来北京独闯的少年，恰巧身边一个同学跟他聊天时提到，你蛮适合演戏的。程毅当时虽然对表演了解不多，但还是决定试一试。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会，对演戏也没什么概念，本来是抱着玩的心态去试一下，准备第2年考的，没想到还没准备好就考上了。所以很感谢父母支持了我的想法，尽管他们也完全不了解这一行。我们那边唱山歌、民族歌比较多，跳拉丁舞就是大家当时所理解的艺术了。但他们觉得，只要你喜欢，不后悔，又能对自己负责，那就尊重你的选择。于是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习表演。刚开始拍戏时，程毅紧张的连镜头都找不到，心里很慌，别说塑造角色了，最基础的片场环境都要慢慢适应。但是他敢拼也敢闯，说服自己要相信角色，适应现场所有的不可控因素，从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。在剧组里，你往往一天要拍很多场戏，必须要随时调整自己的状态，立马抓住感觉。在他眼中，演员有时很像魔术师，自己一定要有信念感。当你相信了、理解了，也成为了角色，那怎么演都是对的。拍戏之余，他保持了观察周围人、事物的习惯。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他在每遇到一个角色之前，都会把诚意抛开，只从角色的角度出发来思考，这个人为什么当下会这么做？
他之前曾经遇到过什么，后来又面临了哪些坎坷。做演员，情绪往往需要戏剧化的大开大合，过山车般体验着普通人平时不太容易体验的一切。他的自我调节方式是睡一觉就好了。有时候你觉得难，那其实是你自己的心结。你越觉得难就越难，你放轻松了，所有的事情也就变得简单了。整个采访中，程毅提到过很多次都是成年人了，那暗含了一种勇于承担的笃定。作为脚踏实地的金牛座，他很少去给自己设定什么仪式感。我不会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给自己写长篇大论，我是个特别不浪漫的人。没有通告的时候，他就简简单单的休息、生活，陪家人吃吃饭，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的就搭把手，要么就看个电影，看看剧本，喝喝茶。只是忙碌的工作行程很少给他这样的机会。眼下他又要进组了，正开玩笑似的抱怨落了很多片子没来得及看，不过马上又自我安慰道，有空的时候我一定都会补上的。